2025年的10月30号一个由申世科技牵头，联手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兰州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家顶尖科研机构，并得到国际科学智能联盟和 Deep Modeling 开源社区支持的中国团队，推出了一个名为 Sciencepedia 的科学知识平台。这个项目呢，几乎跟马斯克的 Grokipedia 同期登场，走的呢却是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咱们平时查资料用的各种百科呀，像最知名的维基百科是吧？其实有一个一直没被解决的毛病，它其实特别吝啬只肯告诉你最终的结论，但是得出这个结论的思考过程你找起来就很麻烦。你查到是什么，但很少知道为什么。这就像只给你看一道数学题的答案却把解题步骤全擦掉了。很多时候专业知识匮乏的朋友就越看越迷糊嘛。那现在呢 Sciencepedia 就想干一件颠覆性的事儿，就把那些被丢掉的关于知识的为什么给找回来。以前呢，科学家们还给这种丢失的推理过程还起了个名儿呢，叫知识的暗物质。这玩意儿不是实体的，看不见，但它才是连接所有科学概念的真正骨架呀。那咱们这个团队是怎么做到的呢？那方法听起来还有点笨，那其实呢是充满了智慧的来自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兰州大学等机构的科研人员，设计了一个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那样的 AI 代理。这家伙不干别的，就专门负责提问，就一口气提出了300万个关于数学物理化学等等200门课程的最根本问题。然后呢，他们不是让一个 AI 来回答，而是让好几个 AI 模型像几个独立的小组一样，分别解答同一道题。最后呢，再把他们的答案放一块对比挑错，也就交叉比对嘛，确保最终的结果是靠谱的。这么一通操作下来，得到的就是一个超长思考链知识库了。在这里头，任何一个复杂的科学概念，你都能像查家谱一样，顺着藤就能摸到瓜呀，一路追查到它最原始、最简单的原理上去。就比如说，你想知道汽车为什么会跑，它不只告诉你因为有发动机它是从汽油燃烧产生能量开始，一步一步给你推导出来汽车是怎么跑的。然后绝了他们做了一个叫头脑风暴的搜索引擎，搞的呢是逆向知识搜索打个比方，以前你搜什么是顺子，就是一个比较冷门的物理概念那普通的搜索引擎呢，直接是给你一段定义，看完你很有可能你还是一头雾水但现在呢，你输入同一个问题，这个引擎会把所有推导出顺子这个概念的推理链条，像蜘蛛网一样全部摊开在你面前从最基础的量子隧穿到高深的什么 QCD 真空结构那整个推导过程就一目了然了。这就好比你想了解一个朋友，那不是只给你看一张他的证件照是展示给你看他从小到大的全部成长记录和心路历程夯不啷当一套都许不怪不能所以呢 Sciencepedia 现在这20万个词条和维基百科或者咱们平时用的 AI 聊天机器人给出的答案很不一样，因为这些文章是从一条条被验证过的推理链条里长出来的，所以它胡编乱造不懂装懂的情况呢，就行话叫 AI 幻觉嘛，就比这个 GPT-4 这类顶尖模型还要少一半，而且信息密度和准确度都高得多关键的关键是，这里头每一个知识的连接点都是可以验证的，你再也不用单纯的相信某个引用标记了，因为推导过程就摆在你眼巴前这事儿的意义呢，我觉得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做个更好的维基百科这么简单了它等于是把支撑起所有科学大厦的那个看不见的巨大的推理网络第一次给画出来了，变成了一张人人都能查阅的地图人类知识里那块深不见底巨大的暗物质终于被照亮了呀。总而言之呢，这就是未来的大趋势人工智能时代吧。我们存储和管理知识的方式已经从一个静态的仓库就存完就完事了，变成了一个活的会成长的而且每一步都能追查的生命体了。这不光是技术的进步将来很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学习教书还有做科研的方式。
你就想将来谁都能一眼看穿知识的来龙去脉，那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那不就被彻底的、永远的改变了吗？